當，給大家看一下我的住宿啊！大家別看外面看上去很窮，但是我昨天查了一下，這個地方還其實是推薦的一個住的地區之一，在那個阿爾瓦拉車站邊上。大家看這邊有個密碼鎖，然後就是我一個人一個地方，挺好的。給大家吐槽一下這個 WiFi， 大家覺得 WiFi 密碼是什麼？我剛進來一直在連這個 WiFi， 哪曉得它的 WiFi 密碼是這個加這個，但是這個又是這個密碼鎖的密碼，真是搞了我半天。然後就這樣的，看到嗎？這邊是我在曬衣服，這個就是我為什麼我2個月都可以帶我身上這一個背包的原因。然後這邊是廚房，看到嗎？其實很老舊。第比利斯房源還是比較多的，200元上下都可以租到比較好的一個人住的地方。如果想省錢，住青旅還會更便宜。廁所還挺大的，說實話，都裝修了一下，廁所還挺大的。然後大家看到這個，我剛開始還以為是牆，原來它這個是紙，可以摳進去的。我當時不小心摳了一下，看這個都被別人摳了，就是泡沫牆。這邊是要收3塊錢的手續費。大家這邊買卡呢是到這個窗口買，這個卡是2塊錢，然後基本上都可以坐，只能付現金。每次乘車的費用是1拉里，刷卡後的90分鐘內，在地鐵、藍色公交車和小巴之間換乘均享受免費優惠，所以還是非常划算的。第比利斯的地鐵站呢，是我唯一一個發現它乘坐的地方沒有地圖的，所以說我不知道是往哪個方向，它只有那個上面的箭頭，它沒有那種地圖讓你看個整個的大概，看到嗎？它只有一個這樣的牌子，等於是大家要看好車站，它沒有像很多國家的地鐵都是有那個示意圖。第比利斯的地鐵是我看過最難看的，就連巴庫的都有一些裝飾，然後這邊地鐵都是空空如也，什麼東西都沒有，上面一些排风扇，應該是最難看的地鐵站。這個也是非常奇特的，就是這邊有一個不知道手大家坐，大家看到嗎？手大家乘電梯嗎？不知道那個停着那個人是什麼作用。另外，坐纜車上山的是需要另外購票，2.5拉里。梅特西教堂是第比利斯最古老且最具標誌性的地標之一。目前的建築主要始建於13世紀，具有典型的格魯吉亞東正教十字圓頂風格。這裡曾是格魯吉亞國王的居住地。梅特西一詞意指皇宮周邊。在19世紀沙俄統治時期，這裡曾被改造成監獄，著名作家高爾基曾被關押於此。歷史上，教堂曾40多次遭到毀壞和重建，見證了第比利斯的興衰。今天我們去聖三一看一看。這邊是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的最有名的景點聖三一。另外一座更宏偉的聖三一大教堂是格魯吉亞自蘇聯解體以來修建的最大教堂，高度86米，地上與地下共計有9座小禮拜堂，這也是世界第3高的東正教大教堂。這座教堂融合了傳統的格魯吉亞建築風格和拜占庭元素，地基中埋有來自耶路撒冷的聖土和約旦河的石頭，其金頂在陽光下非常醒目，從市區各個角度幾乎都能看到它。這個就是第比利斯火車站了，有點像國內的樣子，很老舊。失策了，朋友們。那個火車從第比利斯到耶尔湾艾里温是135，然後我計劃的是周6，所以火車票沒有買到，所以只能坐汽車。到時候坐汽車看。格魯吉亞這個國家呢，在這個地緣政治中還算比較友好的。它這邊和阿塞拜疆啊、土耳其啊都有貿易，然後還有一條那個輸油管線，也是從這個伊朗一直接到格魯吉亞，然後再從格魯吉亞接到土耳其，運到歐洲。所以說，和這些國家關係都挺好。格魯吉亞也算以前奧匈帝國的一份子，所以它這邊大家看到人種也有點，肯定是有混那個土耳其的人種。
這邊和亞美尼亞呢曾經也是還比較好的好哥們，然後中間发生很多事情，尤其是大家知道那个2008年那个俄羅斯吞併了那個兩個那個格魯吉亞的2塊地，北邊的一個是叫南奧塞駐地，還有一個是叫什麼阿布扎卡，我忘記叫什麼了。反正吞併了以後，因為亞美尼亞呢，它是支持俄羅斯的，所以說因為這件事的話，格魯吉亞跟俄羅斯有點鬧得不愉快。然後大家猜一下這個國家和哪幾個國家特別友好？就是波羅的海三小國。就總體來說，這邊是反俄的，然後波羅的海三小國也是反俄的，還有像肯定是波蘭啊，這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支持烏克蘭的那種國旗。真的是出了國才知道，我住的城市愛爾蘭都柏林的老城區是有多小。基本上每一個城市的老城區，我去過的都比我住的城市的老城區要大，看到嗎？好漂亮這邊。這邊要有框，我都想買一個，但是我還要到那個亞美尼亞去，所以帶的有點累。我到最後一站再去買一點。第比利斯斜塔是一個很值得打卡的地方，雖然看起來很古老，但實際上它是在2010年完工的現代建築。鐘樓外觀奇特歪斜，仿佛隨時會倒塌，僅靠一根鋼鐵斜撐支撐。它使用了從第比利斯老城廢棄或被地震損毀的建築中回收的舊磚石和碎片建造而成。每到整點，鐘樓頂部的一扇小門會打開，一個金色的天使木偶會出來用小錘敲響鐘聲。每天的中午12點和傍晚的7點，鐘樓下方的屏幕會開啟，上演一場名為《生命輪迴》的小型木偶劇，展示人的一生，相愛、結婚、生子，到葬禮。來到世界紅酒的發源地，怎樣也要坐下來品嘗下當地的紅酒。我不懂酒，但是這的味道確實不錯。另外一個比較有名的打卡點是格魯吉亞編年歷史紀念碑。說實話，網上把它拍得太好看了，到現場確實有點難看。這裡始建於1985年，旨在紀念格魯吉亞建國3000周年及基督教傳入2000周年，由16根高約30至35米的巨大青銅支柱組成。浮雕分上、中、下3個層次，分別記錄了格魯吉亞人的日常生活場景、重要的國王、王后和英雄人物，以及聖經中的故事場景。這邊不僅可以看這個巨石陣，還可以看這個第比利斯的遠景。我剛開始來呢，以為這邊是老建築，原來這邊是1985年才開始建的。就那個時候正值蘇聯時期，而且這邊很多沒有建完，看到嗎？這邊很多沒有建完，然後是因為那個時候蘇聯解體，還有這個俄格戰爭，導致這個資金斷裂，等於就是完全在牆上用這個鐵釘到這個板子，我還以為是整個在牆上雕刻出來的，所以說是雕刻完了以後再裝上去的。那這樣一點意思都沒有，這樣完全就是和雕塑差不多。看上面那個鋼筋都露出來了，比我想象要差很多，我還真以為是在牆上雕刻。大家看到嗎？原來那個 M 球是可以升起來的，我還以為只是擺設而已，這是錯怪它了，看到嗎？這個就是 MM 球了，是60塊錢。你別說這個橋簡簡單單，走近處看還挺漂亮的，有這種綠色的反光的。我上次看到這個轉圈的，還是在，應該是在紐約，大家看到嗎？山上那可以轉圈拍視頻。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逛跳蚤市場，一定不要錯過第比利斯最大的乾橋跳蚤市場。最佳訪問時間是週末，由於是露天市場，所以天氣不好，出來的商家會很少。市場誕生於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的困難時期。當時當地居民因生活所迫，聚集在已乾涸的河床橋上，出售家當以維持生計。
如今它已演變成一個展示格魯吉亞歷史、文化和創意的重要地標。還是挺酷的。是人的照相機，算吧。刚刚有碰到一個買毛毯的，我就去問，我說這是手工的嗎？人家英文還不怎麼好，他跟我說，我說實話，這個不是手工的。非常大，這整個公園呢，基本上我看都是賣畫的，所以還是值得大家來逛一逛。挺多這種當地，應該是當地畫家做的，這個應該不是假，對，應該是當地畫的。像這種就是純手工哦，這種也是機器的。手工的都貴，手工剛剛那條毛毯是要160，所以說手工都是貴的。你看這個都是，哇，這都是挺漂亮，漂亮吧？非常漂亮，而且非常有創意。How much is this one? 200 lari. 200 laris. Lari. Jelly. Very beautiful. Jelly. Ah, it's very beautiful. 這個非常的酷，看到嗎？有點立體感。這邊是用這個鳥的羽毛做的，看到嗎？這個非常酷，這個我從來沒看過。如果你住這個房子，你會把這些草去掉嗎？那整個已經被草全部爬滿。我看它這邊不知道有人住嗎？哇靠！我看那個窗戶是打開的，而且還有一個那個電視信號塔，應該是有人住的。這邊是國家植物園，4塊錢的門票。Thank you。感覺沒有什麼看的。感覺都是綠樹，好像也沒有做什麼，沒什麼東西。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就是一個山腳下的一大塊綠地，然後它裡面種了不同的樹木。說實話，現在都是綠色的，所以也看不出什麼不同。等於這邊也可以看到一些遠景，看到嗎？山上的教堂還算不錯。很適合約會，這個地方很親近，沒有遊客不怎麼多。這邊就是第比利斯比較有名的做 SPA 的地方。這裡是第比利斯著名的硫磺浴室區。相傳公元5世紀時，格魯吉亞國王在這裡打獵，他的獵鷹掉進了一口熱泉。國王發現泉水具有療癒功能，於是決定在此建都。第比利斯的名字就源於格魯吉亞語 Tbilisi， 意為溫暖。由於這裡非常受歡迎，建議提前預約。在第比利斯呢，有一些景點可以連到這個 WiFi， 叫第比利斯愛你，看到嗎？我現在就是在那個溫泉的地方，這邊可以連。我在那個火車站有連過一次。How much money you make as a taxi driver? $700. $700. Yeah. Is it enough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It's no, good to. It's not enough. Not good. No. It's Okay. Only I not need stay home. You have a wife and kids? Wife? No, I have 2 child. It is not good job. Are you thinking maybe to go abroad to find a job? Poland. Which country? Oh, Poland. Cold? Oh, it's cold. I can install it. Did you make more money in Poland? No good. Or same? Same money. Okay.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to Georgia. In Poland, no friendly people. Oh, yeah. I love. Yeah. I am friendly man. I love people, but
my people is friendly people. I love holiday. Yeah. It's Tbilisi. It's international. Yeah. Do you like Russia? I don't know. It's question. No, it's. I have not problem people. Yeah. It's political. And are there many Ukrainians here, refugees? Ukraine, yes, a lot of people. I know like Ukraine people. You don't like? Yes. Why? Zelensky. Yes. He's not good. People no good. Why I know. Why Zelensky is not good? No good. This is clone. It's 这家餐厅呢是酒店老板推荐我来的，给大家看价格。这边是烧烤，然后这边是主菜，主菜是30到40块。Kupate, we have macaroni. This one, with kupate. potato and Yeah. it's a little bit spicy also. It's a Yeah. pork, is it? Pork and beef together. Okay, can I get this one, please? 它这边应该是现做的肉丸，这边是切的 cheese。2743个评价，有4.8的高分，所以我还没吃，但是感觉还不错，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评价，非常好，看到吗？这个是給了4星，這個4星是因為它沒有坐到好的位置，然後這個當時還有音樂，我們現在還沒有音樂，都是非常棒，看到嗎 ？Amazing， 這個也是 amazing， 都是 amazing。這個少給了1星，看看是什麼原因啊？哇靠，這個人廢話也太多了，算了。我現在知道，怪不得他給我推薦這個，這個就是很多大家看到磁鐵上也是賣這種的。cheese 是那種酸酸的，有點鹹，就跟大家看到的感覺差不多。聽說格魯吉亞人很喜歡吃 cheese， 應該就是這個原因，他們把 cheese 都放到很多食物上烹飪。說實話一般般，但是很有特色。第二道菜呢，我點的是牛肉和豬肉，煙燻的香腸，味道很重。這麼高評價的餐廳，我怎麼感覺真的不適合我們中國胃口？不過嘗一嘗當地人的口味，也是一種很棒的體驗。第比利斯絕對是一座寶藏旅行城市，物價比西歐便宜1半以上，人民都很友善，加上來一趟可以把周圍其他2個高加索國家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一起走掉，所以體驗感很豐富。好了，祝大家旅途愉快，下期見。包年費都是要錢的。